同样都是价值好几百万的新款路虎揽胜跟宾利天越，这两辆豪华 SUV 的越野能力谁会更加强一点呢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辆车的陡坡缓降功能，这个功能一般多出现于 SUV 车型上面，轿车一般比较少见。这测试的是车辆在斜坡时松开所有制动功能后的下降速度。我们可以看到开始时天越还是要比揽胜要快的，揽胜的重量达到了 2.5 吨，而天越为 2.4 吨。从此项测试我们可以发现，揽胜的下降速度明显要慢于天越，所以第一把揽胜获胜。接下来是窄路拐弯，天越的车长为 5.1 米，轴距 2.99 米，在这条弯道方向盘进行打死后，天越险些碰到前方的树，看来车太大了也不好，过年回村了遇到小路都开不进去，这就是我不买的理由。很遗憾，宾利无法一把通过这条弯道，最终调整了2次方向后，天越才成功开过弯道。轮到了路虎揽胜，揽胜车长为5米，轴距同样为 2.99 米。在方向盘打死后，由于揽胜配备了后轮转向功能，可以减小转弯半径，使大车也可以在较小的路段进行掉头。最终路虎在安全员的指挥下一把就通过了。看来前面不买豪车的理由又不成立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两辆车当中，手机屏幕前的你会选哪一辆呢？接下来是交叉轴通过测试，这项测试就非常考验车辆的四驱能力了。因为如果悬架行程不够长的话，最多时可能出现对角2个车轮悬空。打开天越的越野模式，同时将离地间隙调到最高，锁止中央差速器后，天越进入交叉轴基本上动力没有任何问题，车辆也是可以比较平稳的进行通过。而车辆在出现打滑时，电子限滑介入的也非常快。最终天越仅凭一把中央差速锁通过了交叉轴测试。而轮到路虎揽胜时，揽胜打开了自家的全地形路面反馈功能，系统会自动调整路面对应的动力输出方式，并且揽胜拥有中央差速锁跟后桥差速锁，系统会决定什么时候锁定。不过路虎在通过时，它的轮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地面。接下来是一段布满碎石的上坡路，这不仅考验车辆的四驱，还得看接近角跟离去角。宾利正准备往上开时，便被安全员叫停了，因为出现了可能磕底盘的风险。而轮到路虎时，安全员检查了一下前脸的离的间隙，便示意可以通过。随后路虎便轻轻加了点油门开了上去。